掌声有请。男嘉宾小文，22岁，来自福建，是一名票务员；女嘉宾小贤，同样22岁，来自福建，是一名学生。来，掌声有请两位，有请。欢迎哈，是你女朋友哈？是。谈了多久了？1年多了。喜欢她吗？喜欢。她很黏你是不是？黏到你都不喜欢了，是吗？对。有多黏啊？黏成什么样啊？就很依赖我，什么事都要我做。来，你说说她怎么黏你的吧？啊，我听听有多黏。开始交往的时候吧，白天天天给我打电话，微信回了晚，他就不停的给我打，我就挺烦的。本来我是觉得他一开始交往没有安全感，后面就越来越厉害，越来越过分了。到什么程度？我一开始去外地要参加培训，我跟他说了，他很生气，他就不让我去，他就说要去就让他跟我一起去。然后到了第2天，他就把我行李箱藏了起来，我找了半天没找到，我马上就要迟到了，我就背着包我就赶门出去了。为什么呀？我藏起行李箱还不就是想让你带我去吗？然后你那天你知道我有多伤心吗？你拿着包你就出去了，然后把我一个人扔在那，我感觉自己就像被抛弃的一样。他说他感觉像被抛弃了一样。他出差怎么是抛弃呢？人家要出差呀。我就是想让他带着我。你就想让他带着你？我是去外面干活了，我是吃苦，我不是享受了。我就是想让你带着我嘛，我想陪你一起去啊。你就想陪他一起去是吗？他就是这样依赖着我，什么事情都推给我，把他分内的事情都推给我，心安理得的使唤我。你怎么说使唤这个词儿的？他就是我们一开始谈恋爱，他就要求我们经常约会，去他学校去找他，这我也无所谓啊，我坐车就过去了。一来二去我就发现他根本就是拿我当跑腿的。啥意思？就是他们学校有快递，有个固定点让你自己去取。他就经常就是给我发快递短信，让我顺路去拿，然后我们再约会。哎，那你想多了，你是主要想见他呀，还是想让拿快递啊？我主要是不好意思说那个让他直接找我去约会啊，我就拿这个理由就是想让他来找我。人家姑娘的理由是我不好意思直接跟你说我想你了，约会。但是有一次很过分呢，就是我帮你拿完快递，你拿着快递就直接上楼了，就没有感觉。没有顾虑到我的感受。我那时候不是有事吗？后来我也跟他解释过是什么原因啊。什么原因啊？就我当时就是真的有事，然后我们就那个不能约会了，我就让他先回去了，然后他觉得被我使唤了一样。嗨，你也是小心眼儿。给人拿个快递不是很正常的事儿吗？他们学校情侣拿快递是很正常，进进出出都很方便的。不很正常吗？你看我31、双12也没让你买东西啊，东西都是我自己买的，你帮我拿个快递怎么了？我就是想见你啊。我在上班，我是坐了1个多小时的车，堵车可能还要2个多小时。我们就这样约会20分钟半小时，你就叫我回去了。我是来开开心心找你约会的，我不是来给你当快递员的。我问一句啊，你们俩怎么认识的？我们在一个地方做兼职，我就向他要联系方式，我们俩在微信聊了好几天，双方都感觉不错，我向他表白，他就同意，我们就在一起了。女生怎么说着说着要哭啊？为什么呀？你难受什么呀？你能告诉我们吗？我觉得就是那个他就是什么事都不愿意帮我。他什么事都。然后就是我觉得我们见面的时间有点少，就是所以我就经常想让他出来跟我见面的原因。你把手放下来说话好吗？你以前谈过恋爱吗？谈过1次，就是因为见面时间太少了，然后才分手的，就是感情淡了。那个怎么就见面时间少了呢？不是同学吗？因为那也不是他，就是那也是在上班。那个也是在上班的。是他跟你提出的分手吗？他提的。所以到这个你想常见到他，这是你的逻辑是吗？这个他平常就这样吗？是啊。你当时喜欢他什么？漂亮温柔，说话挺小声的，细声细语。漂亮和温柔。除了这个问题之外，他还有别的毛病吗？他很不独立啊。不独立。对啊，什么小事都要我帮他。有一次我知道他要上早课了，我就上班出门之前我就要早点起来。结果他睡晚了。然后他就打电话给我说让我去帮他上课，我当时在上班，我怎么会有空？你帮他上课？对。然后呢？然后他电话里就哭了，他说如果我不帮他就分手。后来你去上课了吗？后来我去找我朋友的妹妹，
然后他去帮我上课，我觉得我又欠他人情，我又要请他吃饭。后面那几天他又找我去帮他上课，我觉得我不能这样一次次就答应他了。不是，你怎么老找人？你怎么老找人上课呢，姑娘？我觉得我化个妆然后赶过去，我来不及。我第一时间我第一个就想到他了，我就是想让他帮我去点个到。可是点到你也要看性别啊，我一个男的。不，你没有同学吗？有。那你为什么不让同学帮你点到呢？我第一时间就想到他了。你没他可怎么办呢？我就是觉得那个先想到他，然后不想麻烦同学。哦，想到他，所以不麻烦同学了是吗？哦，难怪他有这感觉，他是用来跑腿的呢，是吧？对。除了这个，你的女朋友还有什么小毛病让你觉得受不了？他就特别爱冲动，他就看很多朋友圈，朋友里面很多在那边发健身运动的照片，他也想跟我一起去运动健身然后他就叫我办健身卡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啊，白天上班工作已经很累了，而且我平常有休息的时候，我都会跟哥们一起打篮球。当时我说不过他，然后我就只能去办了一张，叫他跟我一起去。结果他不愿意去，我觉得很浪费。他去过吗？没去过。你没去过啊？那你为什么要办卡呀？就办卡的时候说好了，就是那个我想去的时候他会陪着我，然后后来我想去的时候他又说没空啊，那个不陪我去啊。因为他没陪你，所以你没去，是吗？他这种冲动的事儿做得多吗？多。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谢谢。比如没有必要的东西，他就很冲动的会想去买。家里已经有音箱了他还让我再去买一个音箱对，说那个音箱音质不好，我觉得没有必要啊。他在上课，我在上班，有的东西已经有了，就不需要再去买了。我就觉得那个东西我挺喜欢的我觉得我不买我会后悔。不买你会后悔？哎呀，你终于笑了，原来就是因为一个音箱他笑了。他就这样吗？是啊。他还会给你提出什么其他的要求，让你觉得匪夷所思或者不可思议吗？他就很容易怪我，他喜欢去爬山。他那天让我去爬山，跟他太太去爬山我就特意跟我同事换了班，到了山底下的时候，他就突然不走了。我问他说为什么？是不是身体不舒服？他说没有。他让我给他背上去，他说如果是我真的爱他，就让我背他上去。背了吗？背了。但是我当时我觉得莫名其妙我就想拉他回去，看他是不是真的不舒服他就不愿意了，在那边大喊大叫，大声叫我的名字，周围的游客都觉得很奇怪。我实在是不好意思，我就只能背他上去了。不是你喜欢爬山，你怎么让人背你呢？我就是想考验一下他嘛。那你觉得他爱你吗？他就是那个很不情愿的背了我，然后背到一半他就想回去了。你这是想考验我，还是想累死我那么高的山，周围的情侣实在走不动，都是手拉手拉上去的，哪有人用背的我又没让你一口气背上去你要真背不动我们手牵手走上去不就得了？你直接就想回去明明就是想去爬山，你是自己提出来要去爬山的。我觉得你脾气也真的不错就22岁的小伙子能这么，你脾气不错你会带他去见你朋友什么的吗？会啊。怎么样？朋友对他的评价？安静。安静。美少女。就你朋友对他的评价还不错是吗？是啊。他当着你朋友他会发火什么的吗？不会啊。就只有你们俩的时候他才发火。对。只要有外人的时候他都是乖乖女是吗？是啊。哇，所以其实你的苦只有你知道是吧？对。你怎么又乐了呢？你是故意的是吧？不是。是你虐他虐得很开心是吗，姑娘？我没觉得我虐他，我就觉得就想考验他一下而已。他还会让你做什么事情啊？他就很容易冲动。上一次是参加那个朋友的生日聚会嘛，有个女生她不小心把那个蛋糕的奶油抹到她的衣服上了她就当场就翻脸了。和那个人吵起来之后就给我打电话我当时在郊区上班很远，我也赶不过去。当时听到有人在电话里也劝她了，然后我就没有在意，我就挂了电话。他看我挂了电话就也不愿意了，他接着给我打。我接了好几次之后好说歹说，他还是很坚决，一定让我过去。这是为什么？我衣服上蹭个蛋糕怎么了？不是那衣服就是他给我买的嘛。他给你买的？对，我就。怎么又哭呢？我就有点心疼，然后那个我就心情不好。心情不好。然后我打电话给他，他不应该是安慰我的吗？然后他就让我不要惹是生非了。我都是为你好啊，你在那边，人家的女生叫来的朋友比较多你一个小女生那么晚了，人多势众的，你很容易吃亏，你知道吗？
啊，行。那你都知道我很容易哭，吃亏了，你为什么不过来帮我呢？啊，我当时不是在上班嘛，而且我觉得没有必要。哦，你别解释了啊，你确定今年22岁是吗？嗯。你读大几啊？大3。大3了都。嗯。你在学校里你怎么混的呀？大1、大2。大1、大2不都正常的上课？那时候就。不都是正常上课、吃饭什么的？就是有了他之后，你就不正常了是吗，姑娘？因为我挺不容易相信别人的，然后我觉得遇到他就是给我就是可以去完全相信他的那种。哦，他挺不容易相信别人，遇到他就相信他了，受得了吗？到了期末，他学校不是要求他找工作吗？啊。他就让我帮忙去找。他就在家里面看小说、玩游戏然后我有催过他，他就让我帮忙。然后我正好亲戚这边有开了个公司，正好需要员工，然后我介绍他去了。他上了3天班，他就不愿意去了。为什么？老板还让他发传单，还不乐意了。为什么呀？因为本来有个朋友给我找了个挺好的工作呀，我就。那你去呀。不是，我就。听他也帮我找了一个，我就去了。没想到他给我找的这个这么不靠谱，就是我觉得就一直让人发传单，我觉得就欺负实习的那种，所以我觉得我受不了。亲戚的公司怎么可能亏待你呢？有我的面子在，1次2次发传单怎么了？行，还好没毕业啊。他以后工作呀、实习什么的怎么办？都让你帮忙？实习报告都我写的。那你干嘛呀？我不是都是就是把实习给耽搁了嘛，然后我觉得他帮我写也是应该的。哎呀，你跟他是谈恋爱吗？你确定吗？是啊。我怎么觉得你像带了个幼稚园的小朋友啊？一开始的时候我以为他能改啊，但是后面就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是。他要求你帮他的忙最鼎盛到什么程度？那是看他。在家里无所事事，我就帮他找工作嘛。然后他后面我帮不了他了。他到后面自己找了一份工作，然后他就一边上学一边工作。3天打鱼2天晒网，一心二用的。月底他们公司统计业绩的时候，就是靠后。然后呢，他们公司要求他必须提高业绩，不然就会被炒鱿鱼。他就让我帮忙，我也在朋友圈帮他打广告了。但是没有什么效果啊，他就让我请假过去帮他。但是我在上班，我哪里有那么多空时间帮你做这些啊？你去没去啊？没去啊。那我问一句啊，你喜欢这姑娘什么呀？美少女，还有呢？挺温柔的。温柔，还有别的吗？至少不会冲我发火，就只是哭是吗？他就是这么哭是吗？他就是会不理我，有时候。他不理你，你着急是吗？高冷，我着急。高冷，我的天哪！哎呦，看给你乐的呀！这小伙子给你弄得5迷3道的是吧？你特高兴是吧？问你呢？是还是不是？我觉得就是我们每次就是有小矛盾之后，我们都会冷战一段时间。我问你一些话啊。你喜欢他吗？喜欢呀。喜欢他什么？他特别安全，然后很靠谱。特别安全，很靠谱。我再问你啊，你离得开他吗？离得开，但是我觉得有他的日子会更好。有他的日子会更好还行。你愿意跟他好好的在一起吗？愿意啊。今天是谁要来的？他要来。他要来干嘛？就想跟我分手呀。你为什么来呢？就想挽回一下他嘛。想挽回。好了，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男生和女生的问题究竟何在呢？我们听听老师们的分析，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你刚才说他很冲动，但我不觉得那是冲动，我觉得他那个情绪叫原始。什么是原始？婴儿的情绪状态是原始的，他想饿了他就直接哭，他困了他也哭，然后高兴了他就直接笑。他不会去考虑他所处的环境以及他身边人的感受，他会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时的去表露他的这种情感状态或者是生理需求，这叫原始状态。您刚才所说的这位女孩子，她所有的表达都是在用一种原始状态来表达，包括她说话的状态。我在这儿我是听不清她说的每一句话，让我感觉就是咿咿呀呀的一个小孩。所有的这些状态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她需要用一种婴儿般的这种状态来去获得爱的体验，而这个爱的体验，
他要反复的确认你能不能给他背到山上，你背上去了，证明你爱我；你背不上去，你不爱我。然后这个你过来给我取快递了，你堵2个小时的车到我学校门口了，10分钟我就把你打发走了，你还无怨无悔，证明你爱我，否则就你不爱我。我只能说，小妹妹，你对爱的这种安全体验，实在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了。我觉得不是不可以，你可以找一个非常有母爱的男人来去给予你爱。但是如果你退化成这个襁褓当中的婴儿的话，哪个男人能够时时刻刻把你背在胸前的婴儿袋里，带着去上班、去工作、去社交？不可能吧？因为毕竟你进不了他的婴儿袋，他也不可能把你背在后背上。所以你要想获得幸福，需要找到的是一个能够愿意去保护你的男人的同时，你还要学会长大。你至少从襁褓当中，从这个婴儿床上，你至少能学着自己走一走，否则的话，是个男人都会被你给累死的。当然，他认识您之后，到现在连话都不会说了，这里边有您100%的责任。不，因为是你自以为是的那种母爱的提供，奶瓶式的供应，让这个女孩迅速的退行回到了婴儿床上。所以小伙子，别太把自个儿当神。然后小姑娘，一定要学会把自己当人。谢谢。啊，对对对，白老师分析的很好啊。来，徐总，姑娘，看我。刚才谁给你递了2次纸？谢谢。这不挺好吗？就是你觉得你有了他，世界会变得特别的温暖，是吧？因为有人照顾你，有人给你爱，对，什么事儿都可以这个人帮你做，是吧？那你回想一下，没有他那21年，你过得开心吗？也挺开心的。那是现在开心还是以前开心？我觉得有他会更开心。但是好像你们之间老有问题啊！就刚才场上这么一会儿，你哭了好几回了，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姑娘，我想这么说啊，你刚才说了一句说，有他你会变得更好，对吗？但是我分明看到有他之后你变得越来越不好。第一，丧失了学习的冲动。没有他的时候，你虽然迟到，你可能不会迟到太久去上课，但是你就有了他，就是能帮你去点个某，甚至于帮你上课。好，谢谢曲总，胡老师。女人如果楚楚可怜过了头，那叫装可怜；
一个男人怜香惜玉过了分，那叫自作孽。我特别喜欢一句话：当一个女人的眼眶充满泪水的时候，其实看不清楚的是男人；而当一个男人开始怜香惜玉的时候，心里笑开了花的就是那个女人。我们怎么理解一个女人的怜香惜玉是什么？怜香惜玉大概指的是古代的女子身上很香，皮肤像玉一样光滑。当一个这样的女子楚楚可怜看着你的时候，一个男人会表现出关切和关怀。但我不认为这叫真正的怜香惜玉。一个真正的怜香惜玉让男人疼惜的女人应该是这样的，比如说她在提一桶水，她明明提不动，她捋开袖子努力的去提，满头大汗，脸上充气红红的，但还是提不动。在这个时候，一个男人帮她把这桶水拿走了，他说了一声谢谢，脸上红扑扑的，特别可爱。我认为这叫怜香惜玉，我认为这叫楚楚可怜，因为他努力了，但他不能，这叫楚楚可怜，很生动。但是如果一个人明明能够提得起一桶水，非要在那儿发嗲，帅哥帮我提一下好吗？这不叫楚楚可怜，这叫恶心。而对于一个男人来说，如果随便一个女人掉2滴眼泪就能够激发起你的怜香惜玉，这个男人是不靠谱的。除了他之外，如果以后也有一个弱女子比他更弱，也楚楚可怜的看着你，能帮帮我吗？你把她带回家吗？你也会激发出一种慈悲吗？这不叫真正的怜香惜玉，我认为这叫趁人之危。真正的怜香惜玉是什么？是把她扶起来，宁愿看着她跌跌撞撞的走，有可能磕在地方流血，你心里很痛，但你依然要让她自己站起来，这叫真正的爱，这叫怜香惜玉。我只想说的是，一个女人无论有多么弱小，自食其力，不要装可怜博同情。一个男人不要动不动看见可怜的女性就想去扶住她，要看看她有没有这样的能力。帮人是应该雪中送炭，不是锦上添花。你们俩差不多就得了。听明白了？你听明白了？明白。你明白了？我觉得爱的话是错了可以改，但是那个彼此一旦错过了，就真的错过了。哦，谁跟谁错过了呀？你跟他是吗？哦，你怕跟他错过是吧？嗯。你一会儿60秒的时候，最好把你浑身的力气都使出来，跟他大声的说说你留他的理由，要不然就真悲剧了，好吗？唉，来吧，黄金60秒。我觉得我从小就不太容易相信人，我觉得那个自己很自卑，然后我很长时间都是独来独往的，可是我遇到你之后，我就觉得你是可以照顾一辈子的人，所以我觉得我那个把一些事情交给你，是因为我觉得交给你会很放心。我其实就是多让你陪陪我，我不想错过你。我们相处那么长时间了，我也知道你的性格脾气，我不知道你短时间能不能改掉那些。我想找的是一个很独立的，事情可以依靠自己做的。我现在也很迷茫，我不懂该怎么办。请回吧2位啊。哎，请关门啊。哼。哦，来，中间站，就祝你们幸福吧，加油哦！来，有请我们的小话筒，有请。
你愿意好好照顾他们，小伙子？我愿意。愿意哈？对。好，那就好。本节目礼品是由保湿护领先品牌伊贝诗药保湿伊贝诗防晒霜提供的。我们来见证属于这对的浪漫吧，各位请见证。来，请亮灯啊！来，哎呦，乐的，走吧啊！祝你们幸福啊！